快乐和痛苦本质上不是外界发生了什么，而是你内心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机制。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事儿发生在我一个修行的朋友身上。有一年他去了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小镇，那里正在进行短期的闭关修行。那几天下大雨，你知道那种山区一下雨地上就没法看，全是烂泥巴，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踝。当时路上有2个人，第一个人我们叫他汤姆吧。汤姆一脚踩进泥里，当时就炸了。他开始疯狂抱怨，这什么鬼天气，这什么破路，我是来修行的，不是来受罪的。当地人为什么不修路？简直太糟糕了。他的脸皱成一团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要把周围空气都点燃的愤怒。而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有另一个人，杰瑞。杰瑞也踩了一脚泥，但他那反应简直绝了。他像个孩子一样在泥坑之间跳来跳去，左脚换右脚，还回头笑着问旁边的人，嘿，你看我这动作像不像功夫电影里的轻功？你看，客观事实是一模一样的，同样的经纬度，同样的雨量，同样的烂泥路，甚至他们脚上沾到的泥巴重量可能都差不多。但是汤姆觉得自己在地狱，杰瑞觉得自己在游乐场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泥巴，是你脑子里对泥巴这个概念的解释系统。汤姆的系统输出结果是痛苦，杰瑞的系统输出结果是好玩。所以如果我们想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活得爽一点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很多人搞错了，以为我们在说心灵鸡汤。什么叫心灵鸡汤？就是假装没事儿。明明家里着火了，你坐在那儿说岁月静好，心若向阳无畏悲伤，那不叫修行，那叫掩耳盗铃，那是另一种形式的麻醉剂，并没有清除你内心的毒素。我要告诉你们的这条路，不是让你粉饰太平，而是一条某种意义上很艰难的路。你需要去洞察事物的本质。什么是本质？本质就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值得你那么执着的自我。你所感受到的99%的痛苦，都来自于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你太执着于维护那个想象中的我。快乐的第一法则就是正确的理解自我。这就不得不提那个著名的空船理论，这大概是我听过的关于情绪管理最透彻的比喻。想象一下，周末如果你去湖上划船，风景很好，微风不燥，你正划得开心，突然砰的一声，一艘船重重地撞在了你的船身上，你的好心情瞬间没了。你火冒三丈，站起来正准备指着对面那艘船破口大骂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冒失鬼，会不会开船啊？结果你定睛一看，对面那艘船上没有人，那是一艘脱了钩的空船，只是顺着水流飘过来，不小心撞了你一下。就在你看到那是空船的一瞬间，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，你的怒火瞬间消失了。你甚至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，摇摇头说，哎，今天真不走运，被一艘空船撞了。你坐回船舱，心情很快就平复了。请问撞击发生没有？发生了。你的船身晃动没有？晃动了。如果你当时手里拿着咖啡，可能咖啡都洒了。物理上的冲击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第一种情况你会暴怒，第二种情况你却能一笑置之？区别只有一个，对象。第一种情况，你认为有一个人在针对你，你的自我觉得受到了冒犯，他怎么敢这么对我，他不尊重我，于是愤怒就产生了。第二种情况，没有针对你的对象，没有那个坏人，自我找不到受力点，愤怒就起不来。这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真相，你之前生气根本不是因为被撞了，而是因为你觉得我被欺负了。只要你把那个虚假的自我无限放大，你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你。前面车开慢了是在针对你，服务员上菜慢了是在针对你，下雨了是在针对你。你的情绪开关掌握在全世界手里，谁路过都能按一下。反过来，如果你能明白
这世上发生的大多数事情，其实都是那艘空船。那个对你发火的老板，他可能只是家里出了事，心情不好，他是一艘失控的空船。那个超你车的路人，可能只是急着去医院，他也是一艘空船。当你把自我从这些事件中抽离出来，你会发现没有人是在专门针对你，事情只是发生了而已。我有位朋友，也是个资深的冥想者，他在一次大型的聚会中，人挤人，非常混乱。他在那儿闭目养神，突然觉得背心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。那一瞬间，他修行的功夫全破了。他心想，这可是修行人的聚会，谁这么没素质还打人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他气得不行，坐在那里半个多小时都静不下来，满脑子都是愤怒的剧本，想着待会儿要是抓到那个人要怎么理论。大概过了半小时，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，把自己给逗乐了。他意识到背上那个疼痛感，其实在被打后的5秒钟内就消失了。生理上的痛只持续了5秒，但是他为了这5秒钟的痛，足足在脑子里折磨了自己30分钟。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，我们不肯放过自己，就像中了毒箭，第一支箭是别人射的，是物理伤害；第二支箭、第三支箭、第1000支箭，是我们自己射向自己的，是心理反刍。我们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因为无明。这是一个佛教词汇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看不清真相，你把幻觉当真了，你以为那些针对你的攻击，那些让你失去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你把这个我看得太重了。一旦你开始练习无我的视角，你会发现生活里那些让你暴跳如雷的瞬间，突然变得没那么重要了。但是社会上对快乐有着太深的误解，你随便去街上抓个人问，什么能让他快乐？大部分人会告诉你具体的条件，帮我把房贷还清我就快乐了，给我换辆大奔我就快乐了，让我银行卡余额多几个零我就快乐了。有一位很通透的作家说过一句话，我非常喜欢，当我们把自私的快乐视为唯一目标时，生活其实就已经失去了目标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误解，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常说的，快乐就是做自己，快乐就是我想干嘛干嘛。这其实是一种陷阱。这让我想起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的一种现象，这真的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很多父亲母亲说，我很重视孩子教育，你问他怎么重视，他说，我给孩子报了最好的补习班，几万块一期的夏令营，哪怕借钱也要让他去最贵的私立学校。他觉得自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感动了自己。但实际上呢，作为父母，你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升了吗？你自己在读书学习吗？你自己在控制情绪吗？如果你自己一成不变，只是通过花钱，通过把孩子推给别人来解决问题，这不叫勤奋，这叫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确切地说，是用物质上的勤奋来掩盖精神上的懒惰。我们在追求快乐这件事上也是一样，我们拼命工作赚钱，拼命买，拼命去各种网红的打卡，这都是物质上的勤奋。我们在掩盖什么？我们在掩盖精神上的懒惰。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去向内看，不愿意去打扫自己内心的垃圾，不愿意去训练自己的大脑。我的朋友，那位在山上修行的法国人马修，他坚信一件事儿，我也深信不疑，快乐是一种技能，它不是天赋，不是你生下来基因里带的，它就像是练肌肉一样，你不可能去健身房举一次铁，然后就期望这辈子都有8块腹肌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快乐也是一样，你不能指望听了我这期视频，或者读了一本好书，突然一拍大腿说，我悟了，从此以后就永远快乐了。没有这种好事。快乐是需要训练的，你需要每天去观察自己的念头，在愤怒升起的时候，能不能快一点意识到那是空船？在焦虑来临的时候，能不能看穿那是自我在作祟？这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。所以别再向外寻找了，那个你苦苦追寻的青鸟，不在豪宅里，不在跑车里，也不在别人的认可里，
它就在你那颗能够看清真相，不再执着于自我的心里。这很难，我知道这很难，但这才是唯一的路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的大脑哪怕有一点点的触动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，点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并打开那个小铃铛。因为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，我们需要更多人一起在这个频道里保持清醒，练习快乐这项技能。告诉我，下次当你遇到一艘空船撞向你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。我们下期见。